为什么所有的时间都是同一个时间，所有的空间都是同一个空间，只有一个时刻存在？所有的时间只是不同视角的同一个时刻。这句话是站在高维的角度来看的。赛斯把时间比作成森林，然后整座森林是所有的时间，也就是你的一生好了。但是因为我们三维世界就像影片胶卷一样，一格一格的感受到最后一格，我们没有办法同时像影片胶卷摊开来看到所有的真，不能。但是你站在高维视角，人的一生可以一秒全部看到，他可以看到时间的整体，因为时间只存在一定的维度之内，超过了那个维度就不受时间的限制了，甚至可以说没有时间。我们三维其实蛮低的，而且我们永远只活在当下这一个影格，然后思绪又跳到下一个影格，不是同一卷胶卷哦，不一定是同一卷胶卷，我们就很像影片播放，然后慢慢的一格一格的意识流动到最后一格。可是，在高维视角，它可以同时看完整部影片的所有的影格，1秒钟同时看到，因为它怎么看都是1秒钟同时看到，所以高维的生命会说只有一个时间，根本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因为它怎么看都是全部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它怎么看都是全部。可是我们因为太渺小了，意识越广阔，维度越高，越能够看见事物的全貌。因为你的维度越高，你超出了那个事物之外，你就可以看见那个事物的全貌。我们在时间的里面，我们比时间还要渺小。你甚至可以把时间形容成一个巨人的手背，然后我们像细菌一样渺小，我们慢慢的走完一只手背，一生就结束了。可是在高维的生命，它可以同时看见一只手背，所以他会说时间是一个整体，因为他怎么看就是一只手背。可是我们只能慢慢的走手背的不同部位，然后不同风景、不同角度、不同感受，然后把手背区分成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、年、月、份。我今年走到了手背的这里，然后明年走到手背的那里，后年走到手背的另外一边。所以时间其实是一个整体。那个与神对话的那本书，他把时间形成一颗苹果，然后我们是苹果里面的细菌，然后我们因为时间是空间移动造成的错觉，造成的感觉，就是它要配合空间移动而产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所以细菌在时间的苹果里面的不同部位看，然后不同风景，然后把它区分成，这是我今年看到的地方哦，这是我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。可是在高维的视角，它就是一颗苹果啊，我怎么看都是一颗苹果，你为什么要把苹果分成100份、100年呢？它明明就是一个整体。这是高维视角，所以所有的时间都是同一个时间，所有的空间都是同一个空间，这是高维的视角来看的。我们在时间里面，我们看不到时间的全貌。更高维哦，超出了时间的范围哦，它甚至可以说时间不存在，因为它已经不在时间里面了，所以它可以说时间不存在。时间只存在于一定的维度之内，超过了它的维度之后，它就不受时间的限制。越高维越不受时间限制，更高维时间变得好渺小，就好像一个点
从一个手背变成一颗苹果，从一颗苹果变成一个点，甚至一个细菌的，所以更高维的生命，它甚至说时间不存在，没有时间这个本来。赛斯的书里面有说，还是巴夏的书里面有说，没有时间这个本来，那是更高维的视角了。高维视角是把时间当作整体，一颗苹果，一个巨人手背。更高维呢，时间更小了，因为你的意识更巨大，超出了时间的领域。先有了存在，存在先有，可能就是意识吧，存在先有，然后有了创造，有了创造之后，才有了时间和空间，然后才有了万物。所以万物生存于时间和空间之内，它比时间空间还要渺小，所以它没有办法看到时间的全貌，不知道时间其实是一个整体，所以它把时间分成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然后年、月、份，把它分成几千年、几亿年、几兆年。其实更高的维度一看，就一个整体呀，为什么要把它分那么多份呢？所以我已经解释完了，就是意识。你知道袁无事还说破坏能力等于你的意识感知范围，意识感知范围越广大越巨大，破坏能力越强，因为意识感知的范围越广阔越巨大，你的维度越高，维度越高，你就破坏能力越强，你就会跳出游戏之外，跳出时间空间了，自然就会破坏。所以维度越高，意识越广阔越巨大，越能够看见事情的全貌。我要补充一下，其实超过更高的维度，并不是说时间不存在，是不同的维度有不同的时间。他说的时间不存在是针对我们三维世界，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于三维世界的时间，所以他可以说三维世界的时间不存在。其实不同的维度应该有不同的时间，只要有空间一定会有时间，因为时间是空间移动造成的错觉感受。像什么天上一天，人间千年，其实是不同的维度有不同的时间。之所以会说时间不存在，是因为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时间。他说的是这个时间不存在，它存在于另外一个维度的另外一个时间。还有我要解释我刚刚讲的，先有了存在，然后有了创造，然后才有了时间和空间，然后才有了万物。那个存在是高维意识，有点像一切万有造物主的意识，也就是存在。我们是从上面的意识投影下来人间，变成一个人类小我的，所以存在先有。还有空间其实是一个意识复合体，连空间都是有意识的。老子说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什么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一开始是无，无中生有嘛，其实那个无里面是有微观的万有，因为我们看不见那个极微观的万有，所以我们说它是无，不然无是生不了一，也生不了二，也生不了三，也生不了万物的，因为它那个无里面包含着看不见的微观的种子，也就是万有，所以不是无生一，它那个无不是真的无，真正的无是没有办法生出一来的。所以先有了存在，那个存在是造物主一切万有那种存在，然后才有了创造，然后才有了空间时间，然后才有了下面的万物。还有
时间为什么不存在？是因为不同的维度有不同的时间。他说的不存在是指离开了这个维度的时间，对这个离开的维度的时间而言，它不存在，因为它已经不在这个时间了，它到了另外一个维度，然后它有另外一个时间，就维度不一样，就会有不同的时间。所以这句话为什么说时间不存在？还有时间为什么是一个整体？因为它不在那个时间之内了，所以他说时间不存在。然后他怎么看都是看时间是一个整体，因为它比时间还要巨大了。你知道吗？意识越巨大，范围越广阔，越无远弗届，所存在的维度越高，时间反而在他而言是一个点，甚至细菌。所以他可以说时间不存在，或说时间是一个整体，因为时间真的是一个整体，它可以一眼一目了然，全部都看见。我解释完了，我是方玲，谢谢你们听我演讲。